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好时宜居 All About the Ones， 我是王太。今天要录这一集，我很开心，不是因为要录这一集给大家看，我很少有机会可以一次做3个不一样的面包。第一个我要用的面粉是 King Arthur Sir Lancelot。这在台湾应该叫做特高筋面粉，目前在北美是没有零售5磅一装，5磅一装，因为我买了是50磅，太大包了，我没有办法拿到台子上来，我就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给大家做展示。第二个是 King Arthur 的 Bread Flour， 也是台湾所谓的高筋面粉。第三个是 King Arthur 的 All Purpose， 应该就是台湾所谓的中筋面粉。那我们来试一下这3个面粉，哪一种面粉最适合做欧式面包？那我们的实验方法是3杯不一样的面粉，我做烘焙3次，3杯的面粉，1匙的盐，1小匙的盐，1小匙的发粉，加上2杯的水，搅拌均匀之后，我会把第一次搅拌均匀的面团让它发酵6到8个小时。第二个步骤就是整形整圆，等待第2次的发酵。第2次发酵的时间可以让它在1到2个小时当中，然后把它放在预热好420度的烤箱里面烘焙40分钟。很多人都会说，长时间把这样子的面团放在室外，有没有问题啊？那我的解答是，如果是冬天，如果是室内不要超过28度，这个面团原则上是不必进冰箱的，可以放在外面大概长达12个小时，直到你把这整个的烘焙程序完成。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咯。这是 King Arthur Sir Lancelot 面粉，它的蛋白质是4.7。那因为它太大包了，我没有办法放到台子上来，我已经把它放在这个盒子里面。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做一个实验。我先放一个酵母粉，盐不要跟酵母粉放一起，再加上70%的水。那我会搅拌，这个过程应该是在3分钟，直到没有白粉，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搅拌到盆里没有任何的白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盖上盖子，让这个面团休息6到8个小时。这是 King Arthur Sir Lancelot 的面粉，睡了1个晚上8个小时。现在我们来做第2次发酵。台子上撒一点熟粉，整圆。放在盆里，第2次发酵1到2个小时。这个面团是 King Arthur Sir Lancelot
也是中文讲特高筋面粉。现在我们的烤箱已经预热420度，我准备把2次发酵2个小时的面团放在我们的烤盘上，送进烤箱。这一次我选择不用铸铁锅，我在烤盘上面喷上水，面团上面也撒水。最后一个步骤，撒上一点面粉，做一些装饰。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面团送入烤箱，420度烤40分钟。哒啦！大家看一看，3个面包分别出炉啊，真的是旷日费时。你们猜得到哪一个是哪一个吗？我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尺寸稍微大一点。这个好像是3个里面小一点的。那我来解密喽。这个是 King Arthur Sir Lancelot， 也就所谓的特高筋面粉。这个是 King Arthur Bread Flour， 台湾人翻成高筋面粉。这个很让我意外，表现得挺好的。这个是 King Arthur 的 All Purpose， 也就是所谓的中筋面粉。那我再重复一次。它们都是经过6到8个小时的第一次发酵整形，再经过1到2个小时的第2次发酵，整个放到烤箱里面，用420度的时间烘焙40分钟。我们现在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我们来把切开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声音还是非常非常的迷人。这是特高筋面粉，面包我都已经放凉了，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上面非常脆皮的声音。我不晓得这样子大家看得清楚吗？这是特高筋面粉。好，那我请他下去休息一下。第二个开讲的是面包粉，英文叫面包粉啊，中文就是所谓的高筋面粉，它反而是比较小一点。一样，它的皮还是非常的脆啊，都需要2刀才能切开来。它的切孔没有刚刚的特高筋这么的大，一样我把它叠起来给大家看一看。好，我一样请他下去一下喽。啊，请他站旁边好了，旁边的位置有人坐了。好，这个是表现挺不错的，让我觉得不错哦。哦，你看它的表皮还是非常的脆，这是中筋面粉做出来的面包。那我现在把它按照特高筋，还有面包粉。我不知道这样子能不能一个镜头照得进去。好，我也把特高筋的面粉面包不是面粉，来大家来看一看，大家也来评分一下，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中筋面粉的表现真的是蛮让我意外的。这个的面粉真的是有一点如果我把它整形成长条应该就是所谓的法棍啦哈，它们的气泡可以非常的漂亮。怎么办？我们现在有3个面包。这个礼拜3个人，我们就1人吃1个面包过1个礼拜吧。